到了拉萨喽！你有没有很兴奋呢 ，baby？ 这是你第一次来拉萨了哦。我们带 Melody 到一个特别的地方，这是宝宝第一次一口气坐2个多小时，快3个小时的车，好棒的宝宝哦！那这个地点呢，叫做悬崖山 Mount Precipice。这里 Mount Precipice 路加福音4章29节，拿撒勒的居民就超级生气的，就想把耶稣就推到从山上推到山脚下去，就是要耶稣死啦，或者是至少重伤。这一个观景台不是真的那个悬崖山的那个观景台，这是它旁边的一个小小的观景台。我们只是来这边看一下这个角度的风景。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花叫什么名字啊？那颗馒头山就是塔博山。噔噔噔噔。给你跟宝宝照一张相。刚刚在这边，然后这里呢，这里呢就是耶稣时期的那个拿撒勒。zoom in 给大家看，噔噔噔噔噔。你先找绿色这个，然后在后面就有一个戴灰色帽子的教堂，那个就是拿撒勒的天使报喜教堂。在拿撒勒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之一，就是找停车位。拿撒勒呢有 KFC， 是我们耶路撒冷没有的。那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KFC 它的炸鸡之所以好吃，是因为它的鸡是放在优格里面去腌的。但是以犹太人的 kosher 的这个规则来讲的话，鸡是不可以放在任何的肉都不可以放在奶制品里面，这2者是不可以混合吃的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是卖 KFC 的炸鸡给犹太人。那因为拿撒勒是很多阿拉伯人，以阿拉伯人为主的一个城市，所以他就可以有 KFC， 他就不怕没有客人。拿撒勒也是一个山城，所以它的路呢都是弯弯的，然后各种上下坡。我们现在离拿撒勒的天使报喜教堂大概是走路10分钟，开车8分钟的距离，开车也没有比较快，因为这里路太小了。那这一条街上有一些是私人的停车场，然后停一次是30块。那如果没有要碰运气的话，就可以直接考虑刚才经过的停车场。那如果要碰运气的话，就这里找，有时候也是有找到的机会啦。感谢上帝。拿撒勒是一个山城，大家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坡度嘛，有点像9份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因为 KFC 关门了，所以我们就换一个。hummus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哦。然后这些都是送的小菜，这是很明显嘛，洋葱跟番茄。然后这应该是青椒，然后橄榄、番茄跟小黄瓜跟芝麻酱。然后这是我们点的10 shekels 的炸鹰嘴豆球，然后口袋饼。我们还点了一盘鸡肉。想要吃吗？He's putting his pacifier back to his mouth. 刚刚那家不错，之后再写部落格文章分享给大家。因为它这种人行道多了这个东西就很难推，所以我们就现在要过马路了。
啊，对了，前面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可以搭车到约旦的巴士站，的巴士公司的办公室。我们现在呢要去天使报喜教堂那附近有一个新的隐藏景点，是我老公发现的，非常特别的地方。一些传统的东西，肉桂卷、玫瑰，香料、肥皂。这里大概就是拿撒勒的尽头了，到这边为止差不多。那天使报喜教堂呢？那边。拿撒勒。想象我在那边跟你们挥手。这里有一个游客中心，可以跟他拿地图。边。然后我之前有问他们说有没有置物柜啊，在拿撒勒，然后答案是没有。但是你可以随便找一个店家，然后问他说我可不可以把行李放在这里面。通常他们会很友善的同意。那家果汁店我不是乱指啦，我大概以前有问他，可是因为可能你们碰到人不会是同一个人，所以我之前问的时候是有同意让我放行李。那呀，前面这里就是天使报喜教堂了。之前这里就是一个犹太村，跟你说都没有人，对啊，今天都没有人开学了。然后，天使就像玛利亚显现，然后就跟他说：“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好消息，是关乎万民的。”不是这一段，是因为我写一首歌啊。天使怎么跟玛利亚讲话的？不要害怕，我报给你们是大喜的信息，给世界。哦，没有，那是给他，那是给那个牧羊人说的。对，我一直没有。总之呢，这里是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毕竟，玛利亚在这里，得到了她是一个童女，然后要怀孕生子的大消息。那有2个点，一个是天主教的，另一个在前面大概500公尺之前面，有另一个是东正教的天使报喜教堂，所以就有2个可能的地方。那也可能2个地方都不是。可能天使是在我们刚刚停车的地方跟玛利亚讲，也有可能。但总而言之，这个教堂是已经经过好几次的整修，然后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那它的教会下面是有耶稣时期的遗迹，所以但是这个地方很多景点都有耶稣时期的遗迹，也不是这个教会才有，但只要有耶稣时期的遗迹，就代表说它是一个可能的地点嘛。以考古的角度来讲，但我们现在要去另一个很酷的地方 ，Sisters of Nazareth Convent。然后我老公指的这个是 Christchurch， 在拿撒勒的 Christchurch。这是一个，哇，你们一定要看我们现在要去什么样的地方。修道院里面有藏秘密哦，所以这个修道院的景点里面到底藏了什么秘密呢？其实真的很特别，因为这修道院它是在西元1855年的时候才建立的。那当他们在建立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不小心在地底下发现了一个墓。发现一个墓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但是他们发现的是西元1世纪的墓，也就是耶稣时期的墓。除此之外，还发现了一个房屋。那房屋代表什么？房屋不一定是代表它就是耶稣童年时期长大的房屋。可是，当修女把我们带到地底下的时候，她指出了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就是这里有一个拜占庭时期的教堂，然后这里还发现了一个主教的骷髅头，他手上还戴了戒指，那就代表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对西元4世纪的基督徒
当时来讲就已经是一个圣地了。那我们知道坟墓，玛利亚的坟墓在别的地方，耶稣的坟墓在耶路撒冷，所以谁的坟墓会对西元4世纪基督徒来讲有重要性呢？那很可能就是耶稣他父亲的墓。那第二个让他们觉得这里可能就是耶稣他长大的房屋的理由是，我们从拜占庭教堂上来以后，然后右转那边就有一个房间，他们说可能是玛利亚在那边煮饭的一个房间，然后正面看过去才是整个房屋的样子。那它旁边就有很整齐由十字军留下来的一个阶梯，很明显的是不要去破坏到它原来房屋的样子，所以他们认为就是因为这房屋很神圣，所以十字军才刻意不破坏的，所以这是另一个理由，认为墓的旁边的这个房屋就是耶稣他童年长大的房屋。那最后呢，修女又再把我们往下带，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墓，那个墓外面还有那个很大的一个石头是用来封住墓的。这个墓的样式呢，就是耶稣时期的那种墓，它中间的那个区域是大家准备那个身体，然后里面一条一条像是胶囊的那个是把身体放在里面，然后等到它腐败以后，然后家属再回来收他的骨头的。所以这个墓很明显的就是耶稣时期的墓。那为什么墓跟房屋会在一起呢？修女给的说法是因为约瑟是一个圣人，但是当时他当然不是。以当时来讲，其实犹太人的墓跟房屋是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个地方的，所以比较有的可能性是耶稣他们当时已经不住在那个房屋，然后当时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村外，然后约瑟才过世，然后才安葬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总而言之，这里很可能就是约瑟的墓，也很有可能就是耶稣他长大时候所住的房间。其实是同一条巷子，就刚刚从这里弯进来，然后看了，应该会是耶稣还有他的弟弟妹妹一起长大的家。然后这个呢，天使报喜教堂，他们说是玛利亚的家，然后旁边是约瑟工作的地方。OK， 这就是天使报喜教堂的样子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我的攻略。下面的教会才是真正玛利亚的洞穴的家，就是前面那些人排队看的地方。洞穴是不能进去的，只能在外面看。所以我们刚才是从上面那边这样子下来。现在的因为有教堂这些建筑物，所以大家在参观教堂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用想象力，想象在2000年前耶稣出生然后长大的地方会是什么样子。那可能就是真的就只有这一小部分洞穴的部分，然后后来才有拜占庭时期的教堂、十字军时期的教堂以及现代的教堂，这都是慢慢这样加上去的。但一开始就是像最下面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洞穴，15块 shekels 就可以换到看一个很特别的博物馆。因为天使报喜教堂这下面其实也是有遗迹，这也是耶稣时期的房屋。前面这里是厨房，后面是住的地方。这里有一个隐藏的博物馆，然后都是在这里挖到的各种时期的文物啊。油灯，小油灯。我们刚刚看约瑟的墓是在下面这边，然后我们就这样直走，然后进来，然后买票，然后就到这边。博物馆是在这边，然后教堂是在这边。然后那个呢是
约瑟的家，也就是他工作的地方。前面这边应该大家来的时候不可以错过。这里呢就是约瑟的家，它都是阶梯，我们没有找到无障碍，然后里面就不能讲话了，大概是这样。下面啊有2层，应该是敬礼池，就是洗礼的地方。嘿，啾啾，你在哪里？啊！现在拿撒勒好多的店都是关的，就连这个景点也是关的。这是可以看得到第一圣殿时期的家的一个景点，就在报喜教堂的旁边。这里是拿撒勒的旧市集，可是它都没有什么开门了，商店都关了。白天来也是这样，晚上来也是这样。很奇怪，就是拿撒勒，你觉得可能应该观光客都会来啊什么的，可是观光客来就去教会以后就走了，所以里面这些生意都做不起来。那我们现在要去一间咖啡店，它是应该超过100年的咖啡店。OK， 我们要去的咖啡店呢是叫做咖啡阿布萨勒。到了，他阿布的意思是爸爸，萨勒就是一个名字，所以是萨勒的爸爸。有没有开？Oh no， 关的呢。如果你们要来逛的话，其实下午4点之前就要逛完了，因为这里店很早就关了。然后现在太阳很大，所以才有这种奇怪的造型。这一家咖啡店还是开的呢，要不要试试看？拿撒勒的啤酒。这家店蛮好的，但是呢，等到你们看到影片的时候，它大概已经关门了，它只会开到这个月底。我们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，反正他就是怪以色列啦。那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，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Anyways， 那总之今天就是介绍了拿撒勒的景点给大家。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来拿撒勒，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周围有什么店，这样子可以帮助他们的经济，可以多一点收入。好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。如果你们对以色列的景点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持续的追踪这个频道，或者是把这个频道分享给你身边对以色列有兴趣的人。拜拜。这叫做玛利亚水晶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东正教的天使报喜教堂。